各位，首先我表个态啊，反对高龄卖春啊！日本那个首相高市早苗去印度访问的那个丑态呀，我就不给大家放了，太过于恶心啊！什么这个小妹妹那个小妹妹的，好吧？中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先打台湾还是先打日本？高市金苗他跳出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那一天起，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中国的很多的有识之士还有专家都建议先把日本解决了算了。中国的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也说，咱们那个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应该先把日本给解决了。郭正亮表示双手赞成，这就对了，只要台湾没有战火，那打日本支持，好吧？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给大家深刻的解读一下啊。很多人谈论呢，祖国统一收复台湾呢，思维始终局限在台海一隅，大众的这个惯性的认知是啊，台独作乱，台海对峙，问题呢就出在台湾，解决台湾问题就应该聚焦台海。针对岛内的势力呢，这种点对点、头疼医头的这种浅层的思维呢，也是多年来台海局势反复拉扯，始终无法彻底破局的核心原因。但是呢，你要是跳出来，纵观100年的地缘格局，看透现代大国博弈的本质，就明白了。台湾问题从来不是两岸的内政的孤立问题，而是美日对华战略围堵的一个核心的棋子儿。台独呢，从没有独立自保的能力，它所有的嚣张底气、生存空间、外部支撑，全部来自于美日同盟。尤其是日本想要一劳永逸的完成国家统一呢，彻底根除台海的隐患，盯着台湾打，永远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没有先解决日本，斩断美国第一岛链的核心支点，击碎台独的最后的外部倚仗，台湾问题才会迎刃而解。现代的国际社会啊，从来不是道义至上、规则至上，而是实力至上、武力至上。美国、以色列常年在中东发动这个主动的出击，空袭叙利亚，制衡伊朗，打击黎巴嫩的武装，打破无数的国际规则，却极少受到实质性的制裁和反噬。究其根本，不是他们占理，而是实力足够强大，强权可以重塑舆论，定义规则，碾压一切反对的声音。大国博弈的终极底牌永远是拳头，这是国际丛林不变的真理，也是中国统一必须认清的核心现实。当下中国最大的战略误区就是一味的保守避战，纠结法理话术，忌惮外部的舆论，始终被动的应对台海的挑衅。可是越被动越忍让，美日的围堵就越紧密，台独的侥幸心理就越浓厚。美国远在美洲对台海的干涉始终是远程间接依托跳板的模式，而日本就是美国锁定台海遏制中国崛起的前置的核心枢纽。日本是第一岛链的咽喉，是美军在东亚最大的军事驻扎地、情报中心、后勤补给基地。所有的美国介入台海的军事部署、情报侦察、兵力调度、物资输送，全部依托日本本土及琉球基地展开。没有日本的全方位配合，美国的台海干涉战略就是空中楼阁，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会瞬间崩塌。可以说，日本不除，外援不断，外援不断，台独不灭。更关键的是，日本自身早已深度绑定台海局势，主动深度的介入中国内政。日本政界常年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疯狂的扩军备战，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对台的勾连。从历史根源来看，台湾近代脱离中国的掌控始于甲午战败，日本割让台湾，日本是台海分裂格局的始作俑者。从现实的格局来看，日本是当下阻挠中国统一最积极、最直接、最主动的域外国家。因此，单纯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是最被动、性价比最低的选择。直接收台，看似直击目标，实则陷入了局部消耗战。不仅要直面岛内的顽固势力，还要随时应对美日的联合干涉，双线承压，处处受限。只能实现表层的统一，无法根除后患。战后美日依旧会依托岛链封锁、科技制裁、军事围堵，持续在台海制造矛盾，让中国永远陷入地缘内耗。
真正的具备战略远见、一劳永逸的破局之路，就是主动的塑造局势，釜底抽薪，先解决日本，再收复台湾。中国无需被动等待台海的红线被踏破，而是可以依托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经济体量、绝对的局域的军事优势，通过产业挤压、经贸制衡、科技反制，持续压缩日本的生存发展空间。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产业单一，高度依赖外贸，经济抗压能力、产业自主能力远不如中国。长期的战略压制必然倒逼日本的右翼势力彻底抬头，加速军国主义的复苏，突破宪法的约束，主动的制造区域摩擦。这不是冒险，而是主动的塑造法理与道义的主动权。当日本突破和平框架，重启军事冒险，持续对华挑衅，深度干涉台海，中国便手握绝对充足的正义理由与法理依据，对日本实施精准的彻底的战略打击。打击日本不是盲目的开战，是精准的击碎了美国的东亚霸权的根基，斩断台独的最后生存的根基。一旦日本的军事基地、工业体系、前沿支点被摧毁，美国经营数十年的第一岛链彻底瓦解，其远程干涉台海的能力会断崖式的崩塌。没有日本作为跳板，美国再无有效手段介入东亚局势，所谓的美日同盟围堵体系将不攻自破。此战之后，格局彻底重塑，岛内的台独势力会亲眼见证美日靠山的崩塌，彻底认清中美日真实的实力差距，所有的依托外部势力分裂国家的侥幸心理都会瞬间彻底破灭，失去日本的军事掩护、情报支撑与外交支援，台湾将彻底的孤立无援。往日里不断的向岛内输送武器、提供外交撑腰的外交链条全部断裂，台独分子清楚明白，再也没有域外势力愿意为一个孤岛和崛起的大国全面对抗。届时收复台湾将不再需要高强度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武力威慑便能瓦解岛内的抵抗意志，大幅减少两岸同胞的战火伤亡，以更低的成本完成统一大业。反观，如果先打台湾，美日会同步全线介入，东部沿海全程面临导弹威胁，漫长的海岸线处处设防，经济民生会承受巨大的创伤。先解决日本，等于提前拔除最大的外部干涉火力点，把主战场外移，守护本土的发展根基。放眼全球各国，大国的地位从来不是靠退让与妥协换来的。美国通过2场世界大战奠定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依靠数次的局部战争确立区域的话语权，世界各国才会主动的正视其实力。中国同样需要一场重塑东亚秩序的决定性的博弈，向全世界展现捍卫自身主权、重塑区域格局的决心与能力。当中国彻底瓦解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封锁体系，印度、东南亚各国、韩国都会重新调整对华的外交策略，不会再轻易的跟风美国围堵中国。所谓的西方联合制裁本质是利益捆绑下的短期手段，全球工业品基础物资高度依赖中国的供给，各国不可能为了日本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漫长的制裁只会让欧美的自身通胀高企，产业停摆，最终草草收场。还有人担忧打压日本会造成国内的产业链阵痛，实则短期阵痛是换取长期自主产业的自主的必经之路。长久以来，国内的高端材料、精密设备受制于日本的供给，主动进行产业制衡的过程就是倒逼国内相关产业加速国产替代的过程。等到摆脱对日本产业链的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将实现完整的自主可控，不再被外部卡脖子，长远发展的空间彻底打开。反观日本高度依赖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经贸对抗之下，汽车、电子、化工支柱产业会率先溃败，其经济承受的打击远胜于中国。从民心的层面来讲，对日采取强硬手段也能凝聚全体的国民共识。近代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刻骨铭心，如今日本右翼不断的篡改历史，勾结台独，扩军备战，民众心中本就积攒着不满，针对性的瓦解日本的干涉能力，
对内能够凝聚民族的向心力，让全体的国人看清统一道路上的核心障碍，万众一心支持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只盯着台海，永远只会被动的应对层出不穷的外部的挑衅，跳出台海直击美日同盟的核心支点才是治本之策。台湾问题纠结了70余年，根源不在于海峡两岸，而在于域外势力借助日本构建的封锁链条，打掉日本这个干涉的枢纽，等于直接拆除束缚中国的统一、限制中国复兴的第一重枷锁。所谓擒贼先擒王，断垣再收地，想要完整安稳无后患的收复台湾，完成中华民族100年统一的这种夙愿，最优的战略路径必然是先解决日本，重塑西太平洋力量的格局，再从容的完成台海统一，以实力定秩序，以一战定中亚。唯有如此，方能彻底扫清统一路上的所有的外部障碍，让两岸永久的和平共处，让中华民族真正不受外源势力的地缘遏制，稳步的走向全面复兴。各位，我们再看看国师沈毅教授的看法。这两个问题有同一个答案，这两个问题有同一个答案呢，就是说，如果日本要搞事儿，有人甚至已经在假设说日本习惯偷袭突然间偷袭了中国会怎么办？有人也在像模像样的去搞一些推演，用啥呢？你有东西可以用啊。这东西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日本现在在仓库里面已经藏好了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日本是有误会的，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准备的非常充分，做事情想清楚了，然后特别老谋深算，特别所谋深远的国家。这个我说实话，这个日本早就已经死掉了。什么叫早就已经死掉？就是你去看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叶知秋，大家去看这事儿。日本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时候，那个石脑油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就是他那石油储备是什么？就是雍正皇朝里面乌斯汤给13爷算命，明明46岁，他说他活92岁，为什么？白天跟晚上算2次，46乘以2。听着好听一点，就是他的很多统计里面有这种日式的弄虚作假，日式的弄虚作假是很出名的，这个从2战时期大本营的战报时期开始就这样，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也要有一定的信心。什么信心？就是今天不是什么日本是一个像完成了明治维新20世纪30年代昭和日本的那种，就是那种早就已经摩拳擦掌，准备齐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今天把和平宪法一废，明天立马武装齐全，这个纯属扯淡。如果今天的日本是这样的日本的话，你在台上看到的就不是高市早苗了，是石破茂。这是那种正式的日本右翼，才不会是让一个像小丑一样的高市早苗跟小泉进次郎的组合在前台去收割这份荣耀。这个是人家几十年的想法，我需要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我早就已经准备充分了，现在我把这个旗子一撕，旗子一挂一举，再把这个和平宪法一废，我就可以大展宏图了。扯淡，就他没有，你知道吧？就是现在日本是一群非常精神的病，以为自己很强，然后觉得可以怎样怎样，他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个，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中国的角度不用去一遍一遍的强调说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几十年了，从来没停过。那个中森根田中那个时候他停了吗？他也没停呀，那时候中日关系还不错呢。这跟中日关系的好坏没关系的，这个是日本举国上下的举措。那我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中国现在很多东西是在什么？就是不是给日本提醒，是在给中国自己提醒。我们不断的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日本真的拆了，他居然真的拆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前对日本有巨大的误判，有巨大的一厢情愿，需要醒过来的是我们自己。而且说实话，
对日本有了解的普通中国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是有一些顺着惯性不愿意醒过来的人，现在还说啊，日本又在这样了啊，日本又在这样，他什么时候停过啊？他从来没有停过。那至于我们怎么办？那很简单，把绳子勒死就行了嘛。对日本只要做好2个准备，第一个就是什么？你日本敢来动第一枪，我就把你整个日本灭掉，就这么回事儿。你敢动，我就把你灭了，把你灭得干干净净。然后灭完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有一套战略。什么叫战略？就是当我们不可避免的遭遇了日本军国主义之后，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那我说实话，有几个迹象，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第一，我们的宣传的文宣里面已经不提冲绳，只有琉球。那这是第一。第二，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反正就是这段时间里面，人民日报已经出了一个整版的文章，讲什么？讲琉球复国运动，对吧？然后第三，我们外交部构建的叙事框架里面讲到日本，讲什么？必谈开罗宣言，必谈波茨坦公告。这是什么？这是将来我们把日本那边的事情稳定下来之后，我们认为的解决方案里面必然要有的东西。就是那个日本，不管你是，就是你肯定是军国主义被清掉的那个日本，这个日本它的主权范围就4个岛，琉球不是你日本的，琉球是要复国的。当然顺带着台湾问题在那个时候肯定也已经解决。这对于我们来讲不需要警惕，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同时形成什么？形成方案。什么方案？从动用武力到不动用武力，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给去掉？所谓的中立化，或者叫 defunction， 去功能化，让日本的这种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些东西，把一个存在着对外扩张风险的日本 defunction 去功能化，把它切了。有哪些东西是要把它切掉的？我们做好这个准备，然后实行。什么叫实行？不用等到日本真的扣下扳机，你才去制裁它。那个时候你这不得有人倒霉啊？何必呢？所以第3个，请大家保持耐心和信心。看什么？今年1月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进行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生效的时间快到了，就是日本毒空气的时间快到了，就是日本的库存要消耗完了，而且消耗完的都不是稀土。我跟你讲，稀土在日本肯定是比较靠后面才消耗完的，因为日本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我们打过一次了，日本是有警惕的，它的库存比别的两用物项要多一点。现在它先没有的是钨，6氟化钨的供应停了，然后钾和锗这些东西也会停下来，那些他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制裁的东西会第一阶段先停掉。第二个，你一定会看到什么？大家放心，中国一定会拧紧螺丝的，就是这种制裁会升级，会进一步的完善。然后你日本要么就是你嘴硬着，硬到你彻底死为止，要么你铤而走险。你这个铤而走险，说实话就是给中国一次机会，展示一下93阅兵这些能力。然后美国也很乐意，为什么？现在美国在迎合日本跳，注意，不是美国支持日本跳，日本的算盘是我跳，美国替我兜底，然后我引中国，引了以后不是中国跟我打，是让中国跟美国打，我在边上坐收渔翁之利。美国对日本的算盘是，
你要我支持，我一定支持。我支持什么？你帮我把中国的火力吸引过去，你用你的日本向美国证实一下中国强到了哪个份上。美国一看，中国不强，那我趁势下手。一看中国很强，我立刻跟中国握手言和，形成新的战略稳定。现在美国跟日本之间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属于叫做都想利用对方替自己去趟雷，但是大概率美国是愿意让日本去趟雷的，因为美国认为糊弄日本很简单，而且我个人觉得美国觉得他认为他跟中国是有默契的。而我们中美之间要保持的是战略稳定，但是呢，我让我的小弟来弄你，你呢就收拾我的小弟，我看一看你的实力到底怎样。那你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他只有菲律宾，就算菲律宾被中国打败了，他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啊，他没有借鉴价值呀，他试不出来中国的底牌的。那如果像日本这种小弟能够试出中国的底牌，美国当然不介意了，而且试完了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分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好像重新发现轮子的事情。哎呀呀，日本才在复活军国主义，你刚知道吗？如果你刚知道，就不是日本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中国有20套方法可以应对日本威胁中国国家利益，日本阴谋复活军国主义的这种努力和行动，我们需要的是这种东西。没关系的，我们实力刚刚到位没多久，慢慢的去完成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也是很正常的。以及第三个，你记得就岛内，我记得是帅将军讲过一次嘛，他说没准将来大陆就先做事要去对付台湾，结果把日本骗出来之后，先一波把日本收拾了。日本收拾完了，他就说那台湾肯定也很乐意统一啊，为什么？你看日本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嘛，那台湾统一过来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嘛。那么像这么强大的一个大陆统一有什么心理负担呢？那我觉得未来的历史可能以某种比较幽默但充分体现公正性的方式实现。那么意思就是虽然很晚，但是历史还是给了中国一个彻底清算中日之间关系的一个机会。因为最近乌克兰好像打得有点起色嘛，那美国最近又强硬起来了，你知道吧？现在川普说我们对伊朗可以让啊，因为那个不能打，可是我们就对俄罗斯强硬一点，就这样。就是因为乌克兰最近打得不错嘛，所以我认为美国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阴谋家啦，想把日本当作乌克兰嘛，是这样。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形成一个共识，统一台湾之前，先把日本给解决了。你们怎么认为啊，各位？欢迎你留言讨论，点个订阅，下期再聊。